那这期视频呢，就给这个3090换个 XT60的这个供电接口。那 XT60一般都是用于这个航模飞机啊、无人机上面的。就它的这个优点呢，就是载流量大。这个 XT60它这个额定它是30安，但其实根据我的经历来看呢，这个 XT60它其实跑60安长时间它也是没什么问题的，反而那个跑60安啊，这个线比这个插头的温度还要更高。那我们平时这个电脑上用的这种接头啊，像24 pin、8 pin、6+2 pin 这种接头，它叫5557或者5569。那它这个载流量呢，就只有官方的额定的7到9安。其实这个接头啊，一个针跑9安，它的发热量已经很大了。然后再加上这个显卡的这个6+2 pin 啊，它其实只有3个 pin 它是用来跑12伏的。那这种设计呢就比较脑残。那长时间高负载工作的话的结果呢就是烧毁。我这个呢也是前几天不久才烧毁的这个矿龙1250瓦。如果你发现的比较及时呢，那你就把它关机就还好。那如果发现的不及时，如果旁边有些什么可燃物的话，那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啊。经常我看到那些挖矿的，他们那个就是因为这种5557的线的质量不过关，或者接头不过关，然后就把整台矿机都烧掉了，损失就非常惨重啊。最关键的呢，其实就是你要好的质量的557这个接头啊，一套啊，其实不便宜啊。你弄一个8 pin 下来，差不多都要3、4块钱了。那种便宜的就不要用了，那更会烧。而这个 XT60一套呢，也就3块钱，很便宜了。毕竟 XT60它是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。它是江苏昆山的阿麦斯这个公司出的，那也顺便支持一下国产吧。那这次呢，我就做了一个转接板，专门用来这个8+8 pin，然后转这个 XT60贴片的这个转接板。那之前我那个像 X299我超频超太猛啊，这个8 pin 也烧了，当时就凑合的拿了2根铜丝，把这个 XT60算是飞线把它飞上去了。这样呢其实不太妥，稍微可能用点力，那个碳盘就给你扯掉了。所以呢，就做个转接板更安全，也更稳定。为了加强这个过流性能啊，我还焊了几个这种小铜条，应该叫贴片跳线吧，焊在上面来加强这个电流过载能力。那么装好了这个 XT60之后呢，就把这个散热器啊都也给装回去。还是老方法，用铜片代替这个导热垫。然后背面用这个自己做了这个铝板散热，然后涡轮侧吹。然后再做一根 XT60双头的这个线吧。然后我就搭了一个简易的双卡测试平台吧。这个电源呢是华为的 PAC3000，它是一个3000瓦的 EU 电源，体积比较小。这个 CPU 是9600K，然后主板是 Z390 ITX， 内存是32G 的。
然后接好这个便携显示器，然后插电，开机。为了2张显卡都一起负载，并且功耗更大，那所以呢，我就把这个第2张这个3090把它拿去挖矿，然后第1张显卡作为显示输出的，我拿来跑分 3D Mark 还有等下的 Full Mark。然后跑这个 Full Mark， 那这个现在这个功耗已经达到了330瓦，在这个 GPU 这里面看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个8 pin 电压，那它是12.2伏，我这个电源它输出的是12.3伏，那也就是说跑这个330瓦的功耗，它只压降了0.1伏，这个压降还是比较低的。像一般的8 pin 我也不记得是多少，反正比这个压降肯定是要多的。然后这个 XT60 这个接头本身呢，这个温度也是摸上去是凉的，这个线可能稍微有一点温度，但是这个接头它是凉的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